300万预算已经归零，从选品到定量，每一件都经过了合伙人的反复权衡。更多的货意味着店需要更多的人。此刻，合伙人已经出发，前往世界超市义乌。这里是中国外贸最活跃的城市之一。2025年，义乌出口7307亿元，跨境电商交易额1680亿元，外贸企业超过1.3万家，每年常驻外商超过1.5万人，商品远销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而今天，合伙人来到这里是为了完成一项新的任务，与节目组历时3个月招募而来的候选人正式见面，从中找到能够一起出海的同行者。接下来的2天，他们将共同接受试炼，面对未知。研 Lab 招新即刻开始。合伙人超级美颜官薇诺娜，敏感泛红要修护，认准薇诺娜特护。合伙人超级美颜官百雀羚，创新中式轻补养，预感肌肤好轮廓。合伙人超级美颜官可复美，科研为本，实力修护。人才服务中心哇，所以我们今天要去招人才，厉害了，厉害了！会议室，我们到了。我觉得要那种上些压力。他们在里面了吗？我觉得在，我感觉我们很凶的进去，我会先把人吓一跳，让他们给一些压力，先给下马威是吗？哇哦，没有人，我不是人吗？不好意思，我看这里，我们以为他们已经在里面了，没有，我们说我们要这种酷的进来，应该是那种形式，他们一个个进来，面对我们，是他们现在应该在一间房间里正配词呢。姐坐，哎，好嘞，把他们2个分开，讲小话的分开。啊，我们得沟通的。没事儿，去那儿子。那欢迎各位合伙人，在过去的2天呢，我们是给出海的研 Lab 来选货。我们觉得就是出海的话，货很重要，人同样也很重要。是的。那么在上一季的过程当中呢，我相信大家在店里稳扎稳打卖货的时候，同时又要兼顾出去做一些推广啊，各种各样的活动，还是觉得人手有点不够。这一季呢，节目组也是本着给大家找一些最强补助，所以在过去的几个月里面，全球搜索了12位候选人。哇哦，全球！还有外国的朋友，有一些是从国外飞回来的，还有一些是在国际物流啊，或者是经商领域的一些有经验的人选。这边有一些候选人的资料，你们可以先看一下，了解一下他们。哇，美俄混血的北京姑娘哦，一来咱们就说北京话。大家好，我叫哈利，我是一位美俄混血的北京姑娘。我在北京出生长大，也接受过9年义务教育。我做自媒体，我最后想为一个外国人在中国出生长大，看到的中国文化，看到的世界，推向全球。如果这能帮到合伙人，我就会感到非常荣幸和高兴。我知道石展成，杰利亚的。大家好，我叫石展成，我的职业是一名自媒体创作者，也是一名传统企业的总经理。我太想把产品卖给国外的消费者了。我们中国的民营企业、民族品牌想要出海，困难重重。所以我觉得，如果有这个机会能够学习，我是不是有朝一日自己能够把自家的品牌带出海外？所以我抱着学习和尝试的心态来到了这里。
OK， 了解。现在的家族企业都需要有这样一个角色啊。哦，灵儿，哦，这个我知道，你知不知道？哦，他是打游戏的那个主播，很火的。岁月沉淀热你看，爱。 《王者荣耀》年度总决赛与吉尼斯纪录发布仪式的主持，哎，哦，双语主持。在美妆跟护肤这块，我是不仅自己有使用心得，同时也有给别人上过手的经验。主持人的工作可以帮我很好的去表达出我内心的真实所想，而且会用最短的话直击要点。萧然欣，湖南师范大学播音主持专业。我是一个非常爱国货美妆的人，把国货美妆出海，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大家好，我是麦丽萨，我今年21岁，我的职业是歌手。Don't you say it, don't you say it。把这100票给到会唱歌的麦丽萨。大家好，我叫巴安泽，干过调酒师，打过篮球。大家好，我叫周浩山，今年25岁啊，我的职业是一名演员。我觉得这个节目跟我的契合度是蛮高的，我是特别能抗压，就是也参加过很多比赛和直播，抗压能力挺强的。我的美妆护肤能力应该有4颗星左右吧，满分是5。中国制造如今品质不断提升向前，我也想参与这个过程。我来竞选合伙人这个岗位，我核心优势是我在中国出生，然后在国外长大，我也很了解那边的文化。这个领域没有太多朋友的。然后我打开那个门，我第一个脸看见是 Leo， 我就感觉安心多了。我今天看见你的时候，我感觉没那么紧张。我也是。我觉得我的优势就是有外语能力，然后有过专业的工作经验。我真的做过贵哥潮牌店的打工人、收银员、货物管，所以我对于这个工作的基本的一个流程，我是有一定的了解的。所以庄是从国外回来的，对不对？因为他是纽约大学。是。他设计过一个洋河梦之蓝的快闪活动，在纽约中央公园，所以他会有一些地推的能力。太好了，这个不错。大家好，我叫乐乐，我是一名纽约的自媒体博主。我最大的优势应该就是我对于海外市场的了解。我有很多欧美 KOL 的朋友，我觉得这个完全可以帮助到品牌出海。林康，香港中文大学毕业，他好像是一个成分博主啊。Hello， 大家，我是康康，目前的职业是一名护肤博主。我给自己的美妆的护肤能力打10分。我做这行已经有差不多8年的时间了，测过的各种产品也是上千种。来我们节目正好可以把我自己的一个专业优势更好的去传播我们的国货。大家好，我是秦雨清，职业是一名英语带货主播。跨境出海的 CMO， 我是正在做国货出海的人，我都需要能够让大家看到国货出海平时的日常状态是什么样子的。林可文，这也太厉害了，英语接近母语水平，法语日常沟通无碍。大家好，我是林可文，我的职业是投资人和自媒体博主，我专业和工作方面的经历都跟合伙人这个节目不谋而合。这谁呀？这谁呀？不知道。这谁？李明谦。为什么他会出现在这里？这谁？这是我们的主播。对，明谦今天穿了一双10厘米的大靴子，可以在里面玩密室逃脱。真的。明谦穿的鞋好高哦，他们好喜欢。Hello， 大家好，我叫李明谦，今年30出头。我的核心优势产品库是很充足的，所以说遇到一些全品类单品的话呢，我可以很快的去吸收。参加我们节目之前，佳琪哥知道吗？不知道啊。你同事是会通俗演唱与编导，你知道吗？对他唱歌还不错哎。彩云之南。天哪，都好优秀啊，会说好多语言啊什么的。好吓人吧？好吓人哦，我感觉都很紧张哎，怎么办？怎么看完感觉我们的合伙人们压力很大呢？是啊，感觉像我们面试。我凭什么面试人家？他们每个人的闪光点其实都是不一样的，很期待会跟他们发生什么样的碰撞。
他们真的每一个人都很优秀，然后有各种各样独属于他们自己的技能。我看简历都是非常年轻的人，这些人很值得期待。我觉得我们应该用这个时间猜一猜一会儿的挑战会是什么。我觉得既然都来义乌了，肯定是让我们选品，有可能哦，就选什么小商品，然后去那个国际贸易的那个地方。会不会是我们现摆摊现卖，看一下数据之类的呢？可能就是卖你选的东西，也有可能。对，我觉得就是化妆卸妆吧。不是。是吗？肯定有很多不同的，比如说给你一个品牌，让你考虑一下接下来的策略是什么。那这最简单了。第一位选手，请你出一个 SWOT 图，或者是现在本国有一个这样的趋势，请问它能做出什么样的联动？我是这么想的。然后呢，接下来我们模拟一下卖货。我都没听懂你在说啥。我中文确实就是高级词有点反应不过来。没关系啊。啊，好紧张哦！哎呦天！我超级紧张。我也超级紧张，我紧张的我都坐不住了。我发现关键在这儿。哎呦，你别说，还真有点紧张。完了，大家一紧张，我更紧张。我去排练一下。上厕所。我叫范恩泽，名字够狠也够严，20正当年。从经济学角度，开店我们讲究供需两侧，供就是我们这个店。Hello， 各位合伙人，欢迎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我是今天的主播明谦。感位，先感位。先自查。那个也是自拍自剪，这样是我的属性。啊，怎么还忘词儿啊？天哪！面试正式开始了，请大家现在一起下楼，不要携带包包。我能第一个吗？有点紧张了。Oh my god！Oh my god！质地水润服帖，质地没问题的，老师。哇哦，这也太高了！哦，老师们好！嗨嗨嗨嗨嗨嗨嗨 ！Hello， 各位合伙人好。Hello， 嗨 Hello， 嗨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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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大家坐吧，一会儿会有一个自我介绍的。你那位进来全程看着你。我不看他，我不想看他。好的，再次欢迎我们12位候选人，欢迎你们！欢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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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接下来呢，就是一个初见面的环节，要让我们的5位合伙人了解一下大家。90秒往往可以锁定一笔生意的去向，那么接下来每个人就有90秒的时间来介绍一下自己，让全场的合伙人更好的了解你们。顺序自愿，想来的就先到先得。哇，这样更紧张。已经有人举手，已经有人举手了，直接举。哇哦，来，已经有人举手，来吧。哇，你好，直接举。哇哇！我刚在聊天的时候，他就说他要第一个上了，很需要勇气做第一个。啊，好紧张，真的紧张，好紧张，越说越紧张。我都紧张，已经听到了这个心跳的声音。要是告诉你们，我们这几个也特别紧张，你们能好点吗？会好多，会好点是吧？会好点，我头心抽了。哎呀，我手心都出汗了。我也是，姐太贴心了。可以了吗？好，1分30秒，倒计时开始。Hello， 各位合伙人好，我是康康，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信息工程系，以前是一名小学老师，现在是一名护肤博主。
我有2个身份，我的第一个身份叫做人形皮肤检测仪，因为我从业8年，直接把家里变成了一个专柜。我测过100多款眼霜、200多款面霜、200多款精华和400多款面膜，加起来超过1000件。所以我现在练就了一个特殊技能，就是只需要看你的脸1秒钟，就能判断出你最适合的护肤产品。所以在第2季当中，我也希望能够辅助各位合伙人更好的去传递我们国货的一个成分、配方、科技等等。那么我的第2面呢，叫做驻店程序员，因为我是最强大脑选手，然后我本科研究生学的都是计算机。看完第1季节目，我发现咱们有2个痛点可以解决，所以我这几天时间我就从0开始给我们店做了一个官网和一个小程序，哇，然后就可以保证每一位进店的顾客都可以提前分时段在网上预约和报名，保证每一位进店的顾客有更好的体验感。另外，我这个官网也有我们的活动展示和品牌展示区，也更方便我们在海外的线上社群当中传播。因为我会希望全世界的人不只是爱上我们中国制造，同时爱上我们的中国文化。所以我的口号就是国货有光，理想长存。希望大家记住我是康康，谢谢。太厉害了！如果有想问康康的问题的话，也可以举手问。对，我有一个问题啊，佳琪哥，你有测评到1000款的护肤品，对，然后我很想要知道你的测评的维度是什么，因好的为我们面对的都可能不是亚洲皮肤的特征，我们可能要去到的是欧美国家，所以这一套逻辑是否能在欧美国家行得通？我想要再深挖一下你的测试方向是。好的，谢谢佳琪哥提问非常专业的问题。然后我平时的测试方法一般分为这几种，第一种就是比较简单的7天打卡、14天打卡的半脸测试，就是我这个半张脸用这个产品，另外半张脸我就不用，或者是用其他非常基础的保湿修护的产品。然后还有第2种测试模式，就它对我们测试的精度有要求的时候，像我之前我是有去几家国际的检测机构，包括像 SGS， 然后他们会帮我招募志愿者，然后这一些志愿者他们到现场，不同的人用同一款产品，包括 Visa 检测仪，还有皮肤的一些水分检测仪的这些仪器的借助，然后再加上他们主观的有一些消费者调查问卷，综合来看这款产品到底适合什么样皮肤状况的人。OK， 好，谢谢。好，我们第一个上来就放大招了哈，真是放大招了，真的大招，特点很明确。但是我觉得他说完之后，我是后面的人，我就会有紧张感。是。好，那接下来我们想问一下，还有谁愿意自告奋勇一下？谁愿意接在康康后面？加油加油！接下来要上场的庄庄是吧？好的，那庄庄你来吧。哎，这是哪位啊？庄。那我开始了。大家好，我叫乐乐，一名纽约自媒体博主。Wait, aren't you also a DJ? 线上线下都很易，绝不社恐。耶哈！ And bilingual translator between two internet worlds. How'd you end up here? 纽大本科文学写作，哥大硕士沟通传媒，自拍自剪中外文化内容是我的舒适区，让老外看见中国，中国看向世界。So you're like the subtitles of the group. Is that your whole value proposition? No， 我最大的资源是海外的人脉、本地年轻人文化理解、内容创作能力，以及外国人与华人同比例的大量粉丝。国货出海，我既能玩对梗，也有大量欧美 KOL 资源支持和本地商业资源。Oh, I forgot to give you back this lipstick. Oh, I forgot to give you back this lipstick. 哦，很多品牌出海最大的问题其实不是产品，Magic。怎么能让本地年轻人觉得 This brand knows what's up， 而不是哪来的外国品牌？我一直在把品牌变成文化事件，比如我给名创优品、绝地求生等在海外做过热门英文内容，而且我在小红书上营销过薇诺娜等，也在原神海外线下活动接待很多本地玩家，表演、主持、内容创作，线上线下我都能带气氛，双语整活。So you deeply understand Chinese brands as well as Western youth culture. 欧美审美已经被中国文化所影响了，我们只需要抓住机遇和卖点。我希望国货被理解，从文化融入开始。我是乐乐，我的工作是让两个世界听懂彼此。哇哦，这个角度好新颖哦！迪士尼的音乐剧的感觉，很有创意了，很有创意。
而且是姐姐想要的东西，很有创意，让两个世界听懂彼此的语言。是的，我感觉他会对。哦，我想知道就是你对于护肤知识的这方面的了解。虽然我在美国，但我买的护肤品好多都是国货。没错，国货就这么好用。我现在脸上就有薇诺娜。那你有推荐给自己一些外国朋友的话，你有推荐一些你的外国朋友用自己照镜子？对，我感觉在这，但是我没有他这么优秀。没有，比我优秀。我没有啦。好美，讨厌，讨厌。没有。不，他叫昭昭，我叫庄庄。对，哇，这俩人好像双胞胎。所以我想问，你有给你的一些海外的朋友，然后介绍一下推荐中国国货吗？开始我的表演。我给你讲有一个问题，欧美品牌什么问题？我上次去 Sephora， 大家都是用暖色调、橘色调的修容。其实很多外国人也是冷色皮啊，他们不是想用橘色。很多人都说 contour pulls too orange， 就是说 contour 修容它太橘了。在 TikTok 上，中国有个彩妆盘的特火，那个冷色调的那个灰色那个修容盘，我给好多人推过，你就会发现是灰调的，而且很自然、很上色，就是。妈呀，太多了！但是我想问，这个它本身在 TikTok 上就很火，但是如果我们出海的话，这些品牌可能外国人不是很了解的话，你要怎么样去让他能接受呢？我认为一定就是要有外网账号，并且一定要发视频。你不发就是谁知道你是谁，就你一定是要做的这个事儿。然后因为我对纽约比较了解，而且我住在时代广场，时代广场大屏幕没有很贵的，其实你租下来也没多少钱，我记得是15刀，是20秒还是多少？对，其实不贵，那个其实成本不高，那个在网上自动可以自己订，你自己可以用信用卡付款就可以订的。对，然后你可以在那儿建一个快闪台，你就弄一个国货美妆体验或者盲盒，后面大屏幕上又有你的国货品牌，这个曝光率蹭蹭的。咱就是说，它很适合做那个地面活动哈，情绪价值好满，太厉害了。So I have one question. Yeah. So last year we met some difficulties. We found it really hard for us to sell the set of lotion and emotion. It seems to me that European or Western people they're not used to just put lotion on their face before the routine. Yes. Yeah. So how to kind of balance that difference. And if you just need to sell lotion now, Chinese brand lotion. Yeah, you can create a demand. You can say, hey, you can do your one-step thing, that's fine. But if you don't do the other 6 steps, you're not gonna get the Chinese glass skin. Glass skin is a very popular concept on American social media right now. So you can also create a demand for people to want to achieve a certain look. Because the Douyin aesthetic, 小红书 aesthetic, very popular in the US right now amongst Gen Z young people, like girls. 庄庄他让我的感觉是一个能理解两边的人，他懂中国人一些思维的出发点，但是他又在美国生活了那么多年。那我这种没有在西方生活过的人，我其实不知道他们的痛点。我觉得他是很完美的，可以完成这个工作的人。来下一位，林可文吧。好时尚哦！啊，这个也是国外留学的，经济学。好，倒计时开始。 OK。大家好，我叫林可文，毕业于宾夕法尼亚大学经济系。我最大的优势就是商业分析和计算能力，因为我住在纽约比较熟，所以我今天以纽约为例，给大家算清楚开店怎么不亏本这个问题。哇哦！那么从经济学角度呢，我们开店要考虑供需两侧。先来算成本，那么固定成本呢，我们假设选址在纽约的 Canal Street， 那么固定成本一共就是8.5万，日均就是5300。 可变成本我们可以用毛利率来量化，我取的是平均值74%，也就是我们日营收达到7200就能正好保本。下面我们来算一下需求侧，纽约 Canal Street 它的日均客流量是5万，假设1%的进店率，那我们就是500人进店，然后客单价在100的情况下呢，我们的日均营收呢达到1万。那我们对比供需两侧呢，这边会超出了盈亏平衡点39%，也就是有一个足够的安全边际在。那这个模型其他数字基本都是固定的，所以呢，我们经营的关键点就在于要优化这3个我刚才假设用到的数字。那比如说，我们就可以用自媒体引流提高进店率。总之，这3个数字稳住了，我们这个就是能达到一个稳赚不赔的这么一个目的。好，谢谢。 感觉自己上了一课，被上了一课。我来问一个。OK。So if you were in charge of the project, if you need to choose a location for our pop-up store, so please give us some ideas about some exact locations you think that might be good for the project.
Okay. So my whole model is actually based on the supposition that we locate the store on Canal Street. Canal Street, this is like a street near Chinatown and Soho. Okay. So Soho is like the main shopping area in New York. And then Chinatown is like Chinese food, and people that are interested in Chinese culture would visit Chinatown. So Canal Street is just like right between these two places. And it is a really big station with really high daily traffic. And also the target audience is reached because there are many people that are there for shopping, and also Gen Z audiences, and also people interested in Chinese culture. All these overlaps happen here. All right. Good. 外联方面我是可以做的，因为我英语、法语我是都会的。Donc vous avez vécu en France ou not? Juste une mois。这会儿开始就一点听不懂。他们怎么可以切换这么多语言的？突然换台，开始纯懵。我睡觉。Mais comment vous avez réussi à apprendre le français si vous n'avez pas vraiment vivre longtemps en France, hein, parce qu'un mois c'est quand même court, hein? C'est sûr, regarder les séries et les films français. Par regardant les téléséries françaises. Oui, les téléséries françaises. OK. 所以林可文让我感觉他综合能力很强，而且他的逻辑思维非常的清晰。他回答问题的角度，他的内容让我很满意。因为我觉得哇哦，我这次候选人也太厉害了吧！前面3个出场的就已经这么厉害，后面到底会厉害成什么样？大家好，我是雨清 Helen， 毕业于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托福119分的成绩能让我和外国客户自然的沟通。人生目前有过3个副本，第一个是在海外帮社团拉赞助，我发现有效的销售方式不是强调产品有多厉害，而是它能帮你解决什么问题。这种以客户为中心的沟通能力，解锁了下一个副本——跨境直播间。So if you guys like this blazer, we're gonna restock it one last time. Restocking in 3, 2, 1. 从带货主播到跨境合伙人，我负责过跑鞋、服装等国货，能为品牌解决以下问题：一、品牌的陌生感。首先，海外用户的黄金3秒，我会用当地的红人网络建立有真实感的内容，增加第一眼信任。第二点是品牌性的缺失，我非常善于为品牌定位它的目标人群，建立归属感。第3个是海外的门店外籍客户占比。从我做带货主播开始，99%的成交额都来自于外国客户。You can see the little apple, the same I'm wearing, can be taken off. 这是我们团队负责过的出海案例，包括一些具体数据，请各位合伙人参考。他是有具体经验的哈。好，谢谢雨清。好厉害！然后给合伙人一点时间，稍微看一下这个案例。不好意思，我排得非常满，因为真的一直在做跨境这个事情。主要的平台是 TikTok。秦雨清他是有实际的帮助中国品牌出海，在社媒上打开局面这种成功案例的，这种经验是很宝贵的。能力非常的过硬，我觉得他的语言能力简直就是可以用硬核来形容。我应该是对前3个出来的女生印象很深刻。就是你现在会发现大家擅长的事情是一样的，所以你就会非常难选。我觉得大家可以想办法把自己的优势区别一下。来，下一位。各位合伙人们，你们好，我叫02，大2的时候面试上了王者荣耀的电竞解说主持，目前从事这份工作的时间已有8年。如果按照游戏里的话来说，我觉得我的定位像是辅助。对于一个1年365天有300天都在直播一线的人来说，每天与人沟通，然后包括美妆是这8年与我息息相关的事情。那作为咱们第1季节目的忠实受众，我有看到大家在第1季进行时出现的一些状况，也想提出一些我的优化方向。第一个是针对这个频繁找货、人手不足、工作动线，大家可以看到啊，不太顺畅的问题。对此，我们可以推出小卡清单，可以把我们所有要卖的产品罗列在一张小卡片上，然后给每位进店的顾客发放一张。顾客有想买的，咱们直接写下数量，然后凭借这个卡片去到收银台进行买单提货，简单方便。我也在想说，如果说有一些想要回购的顾客，除了线下排队的方式之外，我们可以通过顾客线上预订、线下提货，这里还有取货码，然后进行一个售卖，营业额又上一笔。以上就是我的分享，谢谢大家。我觉得他说的这个点，我们真的要去考虑一下，因为去年我们遇到了挺多过来回购的人。是的，这个方向真的很好。好主意。但你英文 OK 吗？Yes, I hosted the grand finals in Philippines last year, and I did the translation from the Chinese player and translated their words into Chinese. So if I give you just 10 seconds, you just look at me. Okay. I'm a client. I just walk into the store. Yes. You try to recommend some makeup stuff that you think that might be good to me.
Okay. Welcome to Yan Lab. How can I help you? Are you finding some specific products or just want to have a look? I'm just walking around. Walking around. Yes. Maybe I can recommend you some Chinese brands. It's very good. Do you want to have a try? I can try it, and I'm maybe not I sure can. what kind, because I don't know most of the stuff. So, what are these brands? But I can do the recommend for you. You know, there are a lot of, you can see not only the products but also the Chinese culture. I can recommend you. Please give me a chance. 我觉得英语的基本能力还可以，但是如果到一些比较实战的领域会有点问题。对，这里的其他的人稍微流利点的人能知道我在说什么。我知道，因为如果我是个外国人，我面对你的话，我会觉得What is he talking about？ 我会觉得你在说什么？就是我们的口语能力还是要知道，在这个语境里面该说什么，该说什么比怎么说要更重要。也许你的发音没有太大的问题，但是你对于跟外国人交流该说什么还是缺乏一定的经验。对，我能懂姐的意思，就是要一针见血的。我现在需要什么，你要给到我一个 option， 要挖需求。对，他的发音很好，是内容的问题。因为这个节目做的是国货出海，要去推销商品。尚雯婕老师他对这个事情就是很认真，所以他才会在这些问题上很严谨，就是我觉得我们可以去学习的一个地方。我可以朝着这个方向去提升自己。首先，我觉得我非常感谢尚尚老师，他是非常直接的提出了我现在最需要去提升的地方。虽然说我可能最近也有去涉及到一些英文采访的一些工作，但是确实我觉得还是远远不够，要完全的去掌握这门语言，或者说要去了解西方人他们真正在聊什么，这个东西它确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但他经过培训是可以的，train 一下是可以的。对，姐，你让我们更紧张了。你一个 look at me， 我们都 look at me， 不 look 了，害怕。啊，是吗？那就不要 look me 了，look 别人，不 look， 让你紧张了，不好意思。没有，我觉得尚尚老师提的这个问题确实是要面对的问题，这个也是我需要去进步和学习的方向。其实我大概的知道，我在这些合伙人里面是没有太大的竞争优势的。我觉得我的核心竞争力就是当合伙人们提出某一个点的时候，我能够把这个点去发散，然后想出更好的 idea， 或者是想出一些更创新的点。小肖今天来给大家上一道第三鲜，这第一鲜粉底液，质感滋润、清透服帖，保准您的妆面从早到晚都够服帖。这第二天，口红一涂，气场十足，甭管你是口红、口紫、口绿、口黑，都能让你敢为人先。这第三鲜就是不争先的眼线笔，行云流水，质感丝滑，像极了我们中国人谦逊的优良品质。流水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好啦，现在我们的第三鲜已经完成了，因为现在我们的中国美食已经在世界上菜，我也希望我们的中国美妆可以在世界上桌。好，也是主持人出身，肖然欣让我会觉得是有一点可惜。第三鲜虽然看上去有点幽默，但是这件事情好像跟出海没有太大的关系。我是一个传统制造业的第三代。从小呢在毛巾堆里长大，然后现在在做自己个人的 IP， 做剧情类视频，然后也在帮自己家做直播带货。我们品牌已经40年了，我希望下个40年能够把自家的产品带出去。如果国货出海是摸着石头过河，我愿意成为这条河流中最真实的一块石头。我觉得接下来的拍摄和我们的挑战的时候，你可能需要把你自己最擅长的，特别在这12个优秀的人当中，最与众不同那个点，可以多展示给我们。因为我觉得你会有一种什么都可以做得好，什么都会愿意去做，但是没有特别强的突出点。我很期待你去讲，你作为3代如何把一个老国货换新的一些案例。这样你可以给我们一些灵感，是如何我们把国货带出去，让外国人可以瞬间 get 到我们国货好的对那个点，就是我一直在期待这个，但是你一直没有给我你这方面的经验，因为你是在座唯一一个跟商品最挂钩的人，这是你最大的优势。今天的90秒，请记住我给自己不打分了，因为挺糟糕的，可能因为工作的缘故吧。我很少会去想着让别人记住我，我更多的想的是让别人记住我家的品牌。我还没有真正认清自己，
自媒体平台做久了，很多时候呢，你会下意识的忘了自己真正的自己是谁，真正的自己喜欢的、想要的是什么。因为为什么我们要招新的合伙人？我们要的是新品牌，我们要的是新的人，来给我们一些新的灵感和我们一些新的机会。因为我现在是在想，其实我们选择合伙人无外乎3个考量的方式呢。第一呢，可能就是你比如说外媒、社媒的一些想法和你对这件事情的理解有多大，能够帮助店铺到宣传。还有一点可能就是硬核的技术，那比如像刚刚有会做 app 的，然后有会做一些软件的。最后一点就是在于店铺的推销上，所以在希望大家能够做到，比如说新媒体好的时候，有一个好的营销方案的时候，可能再给到我们一些差异化，可能让我们会更好的去更好的去选择。我很希望大家能够利用自己的优势，利用好优势才能得到更好的成绩。姐，我们休息一下好不好？行，我们中场休息一下吧。谢谢，来吧。谢谢。哎呀 ，present 完了就是好哈。是啊，感觉啥也不用干了。刚感觉好 unprofessional。Bro, everybody's so professional。我觉得如果现在这个就已经这么激烈的话，不敢想象一会儿活动是什么样的。哦哟，对哦，还有个挑战，3个挑战呢。易安，哎，上班了。好的。哎呀妈，这2天坐太久了，哎呀，坐的脖子疼、腰疼、背疼。我真想要个带靠背的，老师们，要不然我左拱右拧的。雨琦姐，把你评委的状态拿出来。没有，因为我真的觉得有点没有差异性。是。合伙人超级美颜官薇诺娜，敏感泛红要修护，认准薇诺娜特护。合伙人合作伙伴艾克曼 5GA 超修面霜，长效稳住脆弱肌。合伙人合作伙伴珀莱雅能量面霜，紧塑轮廓线，撑起年轻脸。合伙人合作伙伴馥郁满铺，专利晚香玉发酵，光感水润。合伙人合作伙伴优时颜微笑眼霜，紧致眼皮更抗老。各位合伙人们，那我们就继续了。好，那接下来我们想问一下，还有谁愿意自告奋勇一下？后面还有谁？怎么感觉大家都有点怵怵的？我的目光所及都有点闭上我的眼睛。后面越来越紧张了。Who's go next？ 我想上厕所了都，紧张。我天哪！上吧。好的，巴恩泽，好，来吧。哇哦，期待！好高，好高。我们有见过面，对不对？篮球节目。篮球节目，对，老师好。他打篮球很厉害，真的非常。我今天自己写了一个 rap， 是中文的。这个非常期待了，都不知道他要唱什么。我先听一下音量。他会紧张吗？会，他会紧张。加油 ！Let's go！Come on！ 我叫班哲，名字够狠也够野。20正当年，节奏踩在鼓点下面，方向盘在手，公路论我驰骋向前，各种路况我都能稳稳掌控局面。局面。从一门切换向电台双频道连线，不同文化之间沟通没有界限，团队合作我最会配合表演，认识新朋友 ，bro 是日常每天。学习速度快得像闪电，学习速度快得像闪电。那怎么又来一句？又忘记了。结果早就看遍。消费趋势、市场走向，我能预判。哇，你还可以预判的。可以预判，对。
就是没有表演的太好。当时我自己练的时候特别顺，然后一看见那么多优秀的朋友们和优秀的合伙人在我面前，我每次看见他们的眼睛，我就脑袋放白了。不过过一阵子大家都开始嗨起来以后，到我的 rap 的下半部分的时候就放松了一点，就把一些写的词都给说出来了。我希望把好的中国品牌带到更远，让更多人了解它真的一面，一起努力把未来兑现。跟我并肩，我们一起赚到翻天。太帅了！大哥 ，rap 就是一下子改变大家的一个状态，就好像是上半场是非常专业的人们在进行一个阐述，然后下半场就是大家就开始嗨了，立刻我们的这个房间里面就变了一种氛围。太帅！拼尽全力，循序渐进，循序渐进，燃尽了。来点评一下，老师啊，体验一下，把那个音乐 repeat 一遍。我这里有歌词，有歌词。严老师，严老师，严老师跟你一样抽象的啊。啥呀？哇，完全难不到你。来吧，掌声欢迎严。气氛已经到这儿了。哇，你俩像一个 team。Yes。他们俩像我们保安队的。保安队我会自由搏击，所以有什么状况我来负责。哇哦，那我们是那个专业团队。哦，可以啊，可以，我们就在外面站着。哇哦，哇哦，安加油安！我用你的这个节奏吗？你叫杨安。24正当年，节奏开在鼓点上面。方向盘在手，公路任我驰骋向前，各种路况我都能稳稳掌控局面。中英文切换向电台双频道连线，不同文化之间沟通没有界限。哎，团队合作我最配合，美国新剧真的哎。这个 flow 确实有水平。杨安脸都红，脖子都红了呀，脸红脖子粗。哎，我觉得我们店门口的那个安保表演有了。可以。开业仪式，20位顾客进去里面。对，中一遍，英文一遍。可以。雨琦姐，她的差异化够大吗？很大。为什么刚刚有跟大家说到差异化？因为首先呢，差异化会导致我们在选人的时候，同类型的我们可能最终会选一个，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做到，比如说有一个好的营销方案的时候，可能再给到我们一些差异化，可能让我们会更好的去选择。所以你这个差异化很好，对，但是同质化的话，可能也要再来一些。其实巴恩泽他的成长啊，然后包括一些愿景啊，还有想对节目说的话，其实就在这个 rap 词里面了，大家可以再好好的看一下。对，我觉得非常快乐，刚刚那一段，但是我们可能选合伙人，还是需要了解更多。我很好奇，就是为什么你来参加合伙人这个节目？所以我感觉我可以给大家带来的特点是呢，我在洛杉矶做调酒做了3年，然后这也是一种营销，一种卖。然后我也在休斯顿长大，很多大多数的美国的群众还是不太了解我们中国文化。然后我从小到大在休斯顿也意识到这个东西，就是大家还是很陌生。这几年才就是越来越好了，我感觉是一个很好的时机，我可以 connect 到不一样的人群。因为我小时候在一个很不了解中国文化的环境长大，我就感觉，中国制造如今品质不断提升向前，然后我也想让全世界知道这一点，特别想让全世界就是认识到我们，就是我们中国现在是产品和这种各方面的东西真的是顶级的。而且我之前在休斯顿打篮球，很多 African Americans 啊、Latinos 呀这种人，就是跟他们接触呀、跟他们营销、跟他们交流是有一个不一样的方法。像跟客户营销呀，或者拉货呀这种体力活，或者需要一点 labor 的东西，我都可以做到。也还不错，确实，然后我还会中文，是因为我暑假和寒假都会回国内，这1年多就回到了中国发展，然后我中文在慢慢的进步。
非常不错了，都可以唱 rap 了。对，非常 rap， 对。安泽就是我觉得这个男孩憨憨的，然后他也很热情，就是对待我们合伙人，也对待这个国货出海这件事情是有他自己的热情的，所以我觉得他是可能我们现在这个团队里面比较没有的这个类型。然后出乎我想象的是，就是他们真的每一个人都很优秀，然后有各种各样就是独属于他们自己的技能。我之前在加拿大和美国一共生活了11年。可以说我就是你们要找的当地小翻译、找路、干活全能型小助手。哎，除此之外，我还有加美2国驾照，还有驾照。除此之外呢，我自己平时还非常喜欢健身和运动。哎呀！哇，力气大！哇！萨是一块砖，哪儿需要就往哪儿搬，希望能在异国他乡帮到哥哥姐姐们。厉害！天哪！太厉害了！厉害！雨熙姐，哎，能搬货的女人，确实。雨熙，你去试一下那个是不是真的重？我真不行了，我这1年的那个身体状况不行了。雨熙姐掉肌肉了，雨熙姐。哇，轻松！这还是有重量，轻轻松松。你没有想过，如果我搬不起来，有多丢人吗？你搬得起来，你去年太强了，相信你。好的，那谢谢小麦，谢谢。我以为她会是很酷的女孩，原来有种娇憨感。反差。麦麦的性格很开朗活泼，选人的话会根据活泼程度也会有一个标准。我希望新加入的人是一个性格好的人，社牛是很重要的。OK， 家人们好，我是你们的蛋宝哥周里奥我呢想要跟大家一起玩个游戏，我有你没有，有的话大家就弯一根手指，没有的话就不弯。第一，我曾经在潮牌店打工过，我做过库管，我做过销售，我做过收银员，然后我还有幸呢跟品牌的外国负责人做过翻译。做过销售可以走一个手，对不对？当然了，我们都做过销售。 OK， 第二呢，因为工作的一些性质和原因，所以说我锻炼出来了一种给自己在20分钟内做好妆发的能力。我无法那么快，我也不行。第三呢，我是一名短剧演员我也拍过短剧。我也拍过短剧，我才想起来。拍长剧是吗？长剧拆分成对。那咱俩不管，就算咱俩算。第四，我的 MBTI 是 FWXRG。什么？怎么这么长？这个什么？服务型人格。哦。我超服务型人格。你付出型人格，付出型是啥 ？And last but not least, I'm here to help you guys emotionally, physically, and if you needed, holding your coffee if you want. 听懂的家人们可以弯根手指，没听懂的欢迎来问我，谢谢。哇！姐，她刚说什么？什么咖啡？就是提供各种服务吧，是帮你拿咖啡也可以，是这个意思。他就是开个玩笑嘛。幽默型人格。好，因为你在那边留过学，你去介绍那边一个好玩的地方，可能大家会很相信。但为什么要相信你推荐的中国的护肤品和美妆品？我觉得国外的客户群体，他们在乎的更多的是，比如说一件商品，无论是护肤品还是平常穿的衣服，还是家居用品，他们很在乎材质。也就是说，我可能会先从了解国外群体的需求开始入手。比如说，针对于一个粉底液，可能什么样子的群体会需要这样的一瓶粉底液？好，不好意思打断一下，就是我想听到的是你如何跟这些产品有关和有联系。如果让你去介绍一款面霜给一个外国朋友，怎么让他相信你介绍的那个面霜会比他在商场里买到的看过50多广告的大牌面霜要好？如何让他觉得你靠谱？对，就如何信任你，有说服力。好难的难题。就是我觉得很多男生其实都不太了解这些化妆品和护肤的产品。
因为大家其实就是图一个方便。比如说男生可能有时候早上起来就是头发乱七八糟的，可能就是拿一些国内的一些蓬松水一喷，然后梳子一梳，吹风机一吹，其实就 OK 了。因为很多身边的，尤其是就是打篮球的一些男生，可能确实平常生活当中不太在意自己的这种样貌，不修边幅。对，但是大家也会想要出席一些场合的时候得体一点、体面一点。那么其实有很多商品可以很快速的帮助他们变成那个样子。是很好的切入点。它刚刚的好处是在于你有做过销售，对不对？做过销售，所以我想要知道你比如说你的未来的营销手段，或者你面对客人的时候，你想要有一个什么样的方式？我觉得作为我的这个年纪，包括我曾经在国外上大学的一个过往经历，我觉得在校园里面营销，去营销，因为学生是一个非常庞大的群体。就像现在我们比如说看 TikTok 或者是看这些 Instagram 上面的 Reels， 其实很多外国人跟国内的现在这个年轻的小朋友们、年轻人都一样。比如说校园里面有社团，校园里面有自己的自媒体，他们就把这个东西给散播出去，让大家知道哦，原来最近有个这样新的东西在我们学校里面流行。你是有这个渠道的吗？主要是的，是有的，对吧？对。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式，可以让年轻的群体很快速的了解到中国的一些品牌。这就是你最值得被挖掘的那个亮点。我们想要招新的合伙人，就是通过你们的对这个世界的了解和对于这个行业的了解和对于销售的了解，你们可以给出比我更有吸引度、更新、更年轻、更迎合当地用户的那个信任感。就我希望的是站在你的角度去挖掘中国产品和外国人的联系和你的联系。这对于我而言，我们招新而言是它真正的目的，是为了这家店和为了国货出海，给出年轻人对于国货出海和中国国货这件事情的一个重新理解和可能它带给我们的新的创意、新的灵感和新的机会点。其实每个西方城市它其实是有很多社区的，美国它有一个很大的俄罗斯社区。对，所以就不要忽视在一个城市、一个国家里面的这些各个社区，他们都是很大的消费群体。而且社区当中是会有自发的传播的，对，都是有自发的传播的。侧重，我们在推广的时候是可以先去研究一下当地周边的社群它的特点，然后他们所需要的生活方式，然后有针对性的去做推广。它这个点很强。他的这个经验对于我们从来没有在当地生活过的话，是你怎么样都想不到的。你在网上查资料肯定也查不到的那种。且他能力很强，3国语言精通，他很会用自己的双重身份的状态来思考产品和用户之间的联系。你有一个特性是你又在中国生活，你又很了解中国商品，且你在国外上过学，那你如何会去看待国外美妆趋势的变化？就比如之前大家都说啊，欧美妆它偏成熟风，但它其实它背后是有一个原因的，因为当时就有一个这种 going out， 就是夜生活的文化所在。但是现在大家都追求健康生活，就是健身啊、普拉提啊，所以发出来的照片一般都是瑜伽服、淡妆，追求健康肤色、自然气色。而中国品牌最擅长的恰好就是这些气色这些柔和的色调。所以当我把这些彩妆分享给我俄罗斯朋友、美国朋友的时候，他们都觉得很惊喜，因为就是很多中国品牌它的色调确实很适合通勤，但是欧美品牌的它的那些色调就太重了。对，然后我就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入口。哇，这个很棒，这个很棒，你的思维逻辑非常强。他把中国的产品能够带入到西方现在需要的一种和向往的生活方式里面去了。对，这是我们这2天正在谈论的事情。而且阿丽姐的表达，她是特别的娓娓道来，就是我们听起来很舒服，很快的理解了所有的清晰的逻辑和想表达的东西的。所以我也觉得我最大的优势之一就是对这种信息差的敏感度，我能够看到不同的美妆趋势和市场之间的一些误解、空隙和机会。我也觉得让国货走向全球最重要的就是让中国品牌被看见，从而能被理解，最后再被选择成为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哇哦，好真诚，这个切入点很好。他应该是打动我，他应该是一个非常综合体，因为他的家庭的背景是多元文化。那我觉得他很适合去帮我们解释很多问题。是我现在有一个问题啊，您说。你应该能够发现，在中国很多
国货品牌里面用很多的中式的元素的包装，比如说玉给我们的感觉，首先中国人会不需要解释就能知道它是雅致的，对，就能悟出来。但是雅致这个东西如何让西方人能够 get 到？我觉得这里还是需要去讲故事，而且有的时候不是去用画，而是去用画面。就是把它这个高端，把它这个优雅给展示出来，让他们就是能自己去悟出来。哈利综合能力很强，而且他的逻辑思维非常的清晰，他回答问题的角度，他的内容让我很满意，并且他拥有我们很多没有的特质。我们需要能够中西文化贯通的人。我去年就在每一个我有挫折感的时刻，我都觉得这件事情怎么没有办法做到。在我卖不出去货的时候，在我看到店内的陈设没有办法吸引到外国人进来的时候，然后当我看到我的讲解很苍白的时候，甚至是当我看到店内的中国客人为什么就是比外国客人多，就是没有办法扭转这个局面，就是所有的让我觉得有挫败感的地方，我一直在提醒我这件事情，也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我们的文化转移要深入到我们这家店从前期准备的每一个细节、每一个毛孔当中去。让我开心的是，有好几个我觉得是有可能能够符合我的想象的。我们选一些跟我们能力互补的人，这样有规划性的去找帮手，最后的效果肯定会更好。谢谢。好，谢谢哈利，谢谢大家，谢谢。他真的好温文尔雅。最后一位喽，最后一位，懂美妆的男生来吧。没有，准备下道具。还有一个入场式，那我们的公司最能整活的那个。哦，感觉他会有惊喜。不要有太大的期待，期待越高失望就越大。啊？参加我们节目之前，佳琪哥知道吗？他不知道的，前面。因为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参加所有的节目，基本上结果他的时候会知道，打引号神秘的状态。他很吓人，他很吓人的，我不知道。他在我们公司就很吓人。哇哦！哇！啊，模拟简易直播间。哇，把这个放在店门口很吸引人。哇，这个很会整活啊！打卡。不好意思啊，等一下。国外的话也是有这种直播平台的吗？就卖货的。有。哇哇！AD 版准备好了。哇，大招放在压轴，咱就是说。没有。好了，老师。3、2、1，倒计时90秒。Hello， 各位合伙人，还有我们的小伙伴，欢迎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想要给大家分享的这款产品非常特别，是专为合伙人门店定制的销售专员。我们先看一下，它就是李明谦啊。先看一下明谦的核心参数。首先，电商主播深耕3年，直播的链接数18414个，在食品类目当中爆卖的鸡脚筋，还有反选的崩公式，有非常好的表现，加起来有40多万单。在美妆类目当中，他怎么样也会有自己的见解。比如说到目前为止，他自己完成妆发上播，他高达700多次。比如说今天就他自己完成的，所以非常推荐大家下单。另外再看一下明谦的升级迭代，1.0的明谦体重是高达228斤，2.0的明谦为了直播成功瘦身了102斤，所以说他也是把加油放在嘴上的行动派。另外，它还是一个高能量的电源，5龙舞狮吹拉弹唱，它都可以，能够让大家开业表演。来吧，听价格。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下单，只需要各位合伙人的一张 Pass 卡，库存唯一，售后终身有效。准备喽，3、2、1，上链接。李明谦随时就位，为门店业绩国货出海，全力以赴。李明谦非常厉害，觉得哇，他们的流畅度、他们的速评能力、他们的状态，就是作为半个同行的这种佩服。明谦哥一看就是他做了很长时间的准备，就感觉特别流畅，我也感觉有气氛，我很喜欢气氛，我就感觉他准备得很好，他对这个东西也很认真，也很投入。卖掉了，高能量，完整度很高，一气呵成。谢谢。那我们5个合伙人有没有什么要问明谦的？刚刚雨熙姐，我俩讨论说，我们到国外可以开启平台直播上链接这种吗？
我可以插播一下吗？是可以实现的。销量会怎么样？销量的话，个人做到了4万美金单场。哇哦！单场多久？单场4个小时。还但是行我可以拉到8小时。平均每个小时1万美金嘛，对吧？可以这么算吗？对，可以的。还行啊。明谦，你可以做到每小时1万美金吗？我可以日不落。拼时太阳不落我不落。对，因为我们是经历了好几个双11的那个平台大促的节奏，整个力量加持，日不落。但你不会英语啊？他你看到他的脸刚才抖了一下。我也学，对，他的苹果肌刚刚在抖，抖一下。而且现在是这样的，我觉得就直播带货的话，英文可能需要非常非常的好，但是还有我觉得在线上直播有的时候是因为情绪的感觉，比如说我的一些肢体，包括我的一些状态，如果能够让线上的观众觉得这个产品哇还蛮不错的话，能够通过带动的话，可能也会因为这种内容去下单。对，其实你可以跟雨清就是打配合，对，他给那个外国人，你给那个在外国的华人。对。好，那我问一个问题吧。啊，就刚刚你的初印象是大家觉得你很能直播，就有一个硬伤，就是因为你不会英语。那除了这件事，除了直播之外，如果让我们给你合伙人的通过票，你可以在合伙人里面完成什么样的工作，或者你的什么样的个人能力是你会觉得可以补齐我们几位的？其实我也有点害怕，当李明谦出现在这个节目里的时候，网友会不会觉得说，李佳琦带来的呀，肯定会有这样的讨论嘛，对他。然后我觉得，机会是大家自己把握的。他既然能通过的初筛来到我们面前，就需要向所有合伙人证明自己的价值。下狠手啊，佳琦！自己人更狠。首先啊，就是语言这一块确实是我不自信的地方，包括是硬伤，我一定是会下100倍的努力，我尽量的去完成语言方面的一些学习，当然时间比较短，但是也会有用自己的一些方法。然后另外，因为我是觉得我自己的一个能力就是，首先我的亲和力来说的话，我是属于那种很适合高能量，同时我的表达能力也是能够让大家觉得没有那种距离感的。然后另外我也属于那种，包括现在我的包包里面都会带那种标签机，我是能够让你们仓库当中，比如说想到什么产品，我直接去拿，我主打一个大型收纳也没问题。然后我是在男生当中，因为我自己妆发嘛，妆发，所以就如果说女生比如说雨熙老师。来不及的时候，我这个时候可以帮你去给顾客做一些额外的定妆、上妆，包括描眉画眼，没问题。实用，实战。对，我觉得这个很对。我们女生给男生化妆很尴尬啊，男生就既可以给男生化妆，又可以给女生化妆，就不奇怪。他觉得女生怎么能懂男生的需求呢？他的价值就在了。好，我们合伙人还有其他问题吗？这个不是最终面试啊，我们现在进行了，其实只是一个初印象，他们真正的比拼还没有开始。我感觉你们就已经要选人了，怪我们。明白了。好，接下来呢，一会儿呢我会来发布任务，我们中间休息一下嘛。我以为这个过程很快，主要是他们太精彩了，都太强了。对，好难选啊。哎呀妈呀，这竞争力太强了！在大家讲话之后，我意识到大家真的强的可怕，而且我从看到新的合伙人的那一刻起，我就觉得很感动，因为他们在向我们展示的这个里面，我会能够感受到大家的真诚。每一个人，你看有做 app， 给我们店做了一个官网和一个小程序，哇哦，然后有做网页的。有反复去看我们上一季帮助我们寻找问题、解决问题的。对此，我们可以推出小卡清单。有会告诉我们他有策划能力的，在中央公园的快闪也是我做。有双语解释的 ，and also people interested in Chinese culture。我愿意成为这条河流中最真实的一块石头。我也希望我们的中国美妆可以在世界上妆。随时就为门店业绩国货出海全力以赴。种种都让我很感动，而且我能够感受到大家真的是想要把国货带出海的决心。他们有很多其实是相关的经验。 So if you guys like this blazer, we're gonna restock it one last time. 因为有创业和投资的经历，我最大的优势就是商业分析和计算能力。他们是能力非常的过硬，我会觉得说，可能我们其实应该更加努力一点，更加
把从我们这个维度能做的事情做到更好。称之为考核，其实更接近于了解，他们也很活跃。Lab，好产品会给你好心情。他们都是非常年轻的人，会有一些新的视角带给我们的人。我也会开那种比较大型的4个轮的卡车。我们可以搞一辆快闪车啊，车上就可以有 party。哎，挺好，这个主意好。我们搞那种城市里面的2层的观光巴士，像伦敦 Red Bus 那种，就是 City Tour。对对对，司机已到位，太对了，快闪车很好的。是的，因为学生是一个非常庞大的群体，通过了一个比较有 trend 的一个方式传播出去，所有人都知道，然后大家也都愿意去尝试。我觉得这些新伙伴的到来，就是让我们把出海这件事情做得再更专业一点。我隐约就觉得这些人很值得期待。我觉得他们每个人身上都会有自己非常强的特性，只要培训一下他们的销售技巧，就把最基础的东西教好他们，然后他们再结合他们自身的一些经历和技能，我觉得我们的第2季这300万应该可以卖光光吧。那我们12位候选人呢都已经完成了，接下来呢正式的进入到评选环节。好的，大家也看到了，现在在我的身边呢有一个投票箱，在我们的座位旁边会有一张纸条，纸条上面呢有我们12个候选人的名字，12个人哪3个人给你们的印象最深，那你们就投票。现在的是印象最深，对，不是我们选择合伙人的条件。对对对，投票的排名先后，可以选择不同的比拼任务。你投谁啊？咱印象深的很多呀，他都印象很深。我当时印象最深的人真的是林康，给我很大的惊喜是他会做程序。我选了哈利，综合能力很强，而且他的逻辑思维非常的清晰。混血，又会说中文，还会说英文，会俄罗斯语的母语级别，他脑袋里应该有3套语言系统，很厉害。我当时对这个巴恩泽印象挺深刻的，憨憨的，然后他也很热情。还有就是02，从他的90秒的表达，能够感觉到他主持的专业能力的。你这样我很得罪人，求求你了，派别人，我认错人了，我认错。经过2天的选品，我们今天最重要的任务就是选人。义乌呢，就是每年有超过50万国际买家，真正的实现了买卖全球的世界超市的义乌，那就是我们真正的考场。能在义乌找到人脉，迅速的把货卖出去，才是真正考验我们候选人的能力。今天为第1轮突围赛，12进6。啊，直接淘汰一半，直接就一半就走了，好刺激。分2大赛道进行，你可以选择个人突围，也可以选择团队突围。个人突围任务1，背景是义乌商贸城周边的饭馆、超市、便利店、商铺。那今天我们任务1呢，就是要给这些生意接驳站上的老板们化妆。时间是2个小时，用美妆手推车带产品为老板们完成营业妆，成功推销出任意产品。好难这一趴，天哪！专业性很，这个你很适合，专业性很强。个人突围赛2，限量销售，现在在国外也很火的潮玩娃衣。哇，好难呀！我天哪，星号。我喜欢，我喜欢。可是如果谁是第1个的话，直播间刚开号人真的会少，很吃亏。这个很实战啊。好，团队突围，张家界作为东方美学与自然哲学的生动载体，成为了新晋的大热景区。2个小时，向外国友人预售张家界4天3晚深度文旅畅游产品，定金是1000。单人3660，双人是6880元。好难，好难，这个太难，确实太难了，会真的难，客单价太高了，而且他要卖给外国人，很难转化，因为客单价太高了，因为这个需要信任度的。在我的印象里，外国人来到中国之前，都已经把计划行程都做好了，卖一个将近1000美元的大单子几乎是不可能的。
我设身处地了一下，我会觉得特别像是一个不那么靠谱的行为，所以我觉得难度是最大的。不同任务根据的是考核能力加合伙人评定这样一个积分决定晋级人员。个人突围，每组积分第一的人是晋级，其余为待定。团队突围，组成2个组，3人1组进行比拼，积分高的队伍是全员晋级，其余的是全员待定。如果说最后他们的比拼得分是持平的话，那这2队的6个人都是待定。太吓人了。5位合伙人也将对未来伙伴的出发前往每一个任务线，参与到对候选人的观察当中，并进行考核。好刺激哦！好喜欢这种感觉。生死掌握我们的手里。基于上一季我们每个合伙人不同的分工表现，也是给大家做了一些量身定制的安排。好，首先被分配到任务的是上一季的形象总监张雨绮，给老板化妆，你将前往的是老板为我化身购物狂任务。太了解大家，很棒，这个很好玩，这个。完了，我觉得咱俩要去卖旅游套票了。赵昭仪、延安将成为这一团队任务下卖张家界旅游。安娜，哎，猜的准不准？哎，你知不知道最近有个地方特别好玩？什么地方？张家界。哦，是有那个天玻璃栈道，就是那个6880的那个，特别好玩。好苦恼，不知道去哪里买，而且定金只要1000块哦。哦，这里有地方卖。就这里。好，具备文化传播经验的尚雯婕与拥有丰富直播经验的李佳琦将一同前往直播间。接下来我们要发布的是候选人的初印象排名，请5位合伙人移步任务房，落座到对应的任务区。咱俩在这儿安呢。向世界预售一种想象，还得是预售。队伍 A 队伍 B， 咱俩哪儿都不能坐呗。哎，给我炕上，往炕上坐。让你们坐这。哎呀，最难的任务落咱俩头上了，我还搁那乐呢。这个真的很难，我觉得。这个真的好难。你说人家外国人来义乌基本都进货的，对啊，怎么会突然去旅游？对啊，我就说这个点，这个很难哈，太难了。我觉得女生应该都现在具备一小部分的化妆能力，给老板化妆并推荐产品，这个挑战我觉得 OK。第二个，虽然有些人没有直播，但他们已经看过直播，他知道直播是一个什么样的逻辑方式。那一个是在线下做销售，一个是在线上做销售，只有这样的区别而已。对，所以我觉得这2个应该会稍微的可预见性一些。最不难的就是我的那个给老板的化妆，我们的简单之处在于信任感。如果你愿意买我的产品，我可以直接把我的产品送到你的手上。但是对于他们来说，他们首先要卖给外国友人，这一个预付定金的过程之后是拿不到实物的，这是一个我认为非常可怕的点。对方是否愿意信任你，非常非常的难。哎 ，Hello， 你是第一个选的，所以你第一名。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请看大屏幕。初印象排名第1的是哈利，我投给了哈利，是因为有非常强的专业度。我投给哈利是因为他实在是太厉害了。你是欧美人，你又懂中国语言，那你简直就是最佳的翻译官。来吧，选吧。这里是单人任务，右边是给老板化妆，左边是直播间，然后那边是卖旅游。你如果坐到那儿，我就是一个直接晋级的动作。因为我之前的工作就是更像是跟教育有关，我没干过销售，所以我对这个挑战也会很害怕。我会很感兴趣，我想试一试。哪一个？我想试一试直播间。直播间？请坐。谢谢。因为我觉得
对于化妆的话，我肯定是没有很多美妆博主专业。像外国友人推销旅游项目，这件事情其实是对中国候选人的一个很好的考核，他们是需要对海外消费者进行一个推广。刚才第2名是谁？第2名应该是您的搭档，明谦第2名，人气很高啊。对啊，我没投他，我投的是李明谦。我对李明谦的90秒印象非常深刻，他全程能量非常饱满，他那个直播太有效果了，而且我真的觉得他很专业。好紧张，来了，你是第2名，真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你先选一个，我选择我给女老板化妆，去吧。对，因为我要说一下理由啊，跟女老板化妆，我觉得亲和力的话呢，我是觉得很重要。如果很好的话，她其实能够为我买单，而且再一个就是我可以找中国老板，我可以说中文。我本来以为你选直播啊。如果说万一是国外的直播平台，我就哑巴新郎了啊！对，我整个封锁502。为什么不来卖票呢？你这么有亲和力，客单价6880。快坐下吧，不要再往那边捅刀了，他们俩一会儿哭了。6880。我选雨熙姐姐。哇！我想和老板们打交道。欢迎欢迎！这么火爆吗？满员。我就是想走出去，想跟人面对面的去推广咱们的国货。平时我给别人化妆都在室内，那今天我就街头抓人来帮他化妆，非常的新奇。哎，咱俩这挑剩下的，我们好萧条呀，我们这特别萧条。出人意料。又来人喽！啊，第5名，恭喜你。这边满了，你现在只能选这俩。哇，你们这里好空啊！现在我不要提这个伤心的事情。你来了就不空了。张家界来吗？张家界客单价高啊，兄弟，张家界非常难，非常难。英文好啊。但如果你能选择它，说明你是有一个非常强大的心脏。对，迎难而上，知难不退。男人就要拼一把，就是要挑战难的事情。是来了。真的假的？太好了 Why? It's a challenge. Let's go. 我选择了张家界，因为这个旅游景点是一个所有人都知道的一个地方，然后再加上要跟外国友人去进行一个推销，然后我恰好也有这种能力，想要挑战自己。我更喜欢跟伙伴们一起去完成一个目标。我肯定要选这个的。哇，真的？对，真的，我肯定要选这个的。对。谢谢你 ，rapper。真的假的？你们2位男生就是全男组合。哎，我是。嗨，开启你的选择吧。所以麦麦，你是完全不考虑我们直播这个板块吗？麦麦怎么这么好？麦麦他们要卖6880哦，我们等下可能是68块钱就可以搞定了。很难买的，很难买，太高了。哥，你干什么？这人已经很难来我们这儿了。我们现在就是一个要争取人的状态啊。因为我想的是，我对徒步比较了解，因为我自己也经常徒步比较 OK。太好了，你不会是在考虑我吧？对啊，我有完全没有，我俩是一起的。主要是我怕，因为他这样就是优势啊，或者是男女搭配上面可能会有点问题。是的，我觉得男女要混开，会能弥补一些思维上的东西。Alright, bro, let's just do this. Rock, paper, scissors, and then one of us go there. One of us, 咱们有一个人去那边，可以吗？喂。Wait. I'll just go over there. 哎，他过去了。哎，为什么？就感觉这样子男女就是可以统一一点，因为没准他不选我们的话，下一个是个男的选我们，就有点。我觉得我跟你有一个共通的点，就是我的英语能力也是在线的。然后我呢，可能跟男性交流的时候，可能更能够知道他们的脑回路在想些什么东西，快速搭建起来一个桥梁。然后我自己也是一个非常喜欢旅游的人，对张家界我也有一定的了解。
我跟他的英文水平，他说的都一样，但是我做好准备了，我照片什么都已经选好了。然后 bro, I have some videos too, bro. 对，因为这边我知道阿拉伯人很多 ，Assalamualaikum, alaikum salam， 有点基础的对阿拉伯文化的了解。阿拉伯语确实是个优势啊，义乌这边还是有挺多人能用到。对啊。那我选你吧。谢谢你给我这个机会。没有，不是因为我觉得就是他讲话的时候，对于我来说，我更能 get 到他的逻辑。Thank you。我觉得你们可以先出发了。我们现在很怕档口下班。直播没人选啊！直播有2个名额，我要选张家界。That's what's up. Let's go. 是我会给国内的品牌在海外做线下活动，这个话术我觉得我了解特别透彻，就是倒背如流，直接就可以开始了。那我就如此的果断，没人选直播，没想到我们是最不受青睐的。我选择张家界。哇，还挺火爆的张家界。哎，你的反应，所以你也是想选张家界吗？因为用中文播，中文加油播我确实没播过，而且主要是娃衣这个东西不是特别了解。那就挑战一下吧。对，挑战一下。所以还有一位同学，节目怎么感觉似曾相识啊？我还有什么时候最后一名过？哇，小时候考倒数第1，脸皮还挺厚的，长大之后可不行了。直播是留给你的，直播留给我了。对啊，很诧异吧？我们也很诧异。可是你应该很擅长吧？超级。我感觉你现在是那种胜票在手的感觉。没有，不是。当我真正意识到那是直播间任务的时候，我就在想，为什么明谦他不选？我觉得这个于我们而言非常熟悉。这样子一来的话，这个好事儿落我头上了。我个人在有准备的前提下，我觉得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因为直播带货算是我擅长的领域。接下来，请案组领取任务物资兵根，以组为单位前往用餐。太好了，太好了，走，快，没有时间可以浪费。 Let's go。哦，老师，艰巨的任务。吃饭。我一想到要工作，我就没胃口，我就是这样子的。这个小车载了我们哪还想吃饭呀？1人1车，精华液。化妆刷，哎，很全。很全。 01，93293171273，图一个。所以我觉得你们可能不用播完全部的 SKU， 这里面太多了，你可以快速想。和快速看哪一个娃娃是你最感兴趣，你觉得最有故事可以挖掘，就选1到2个娃娃可以做搭配。你们一定会卖的是一个娃娃搭配一个衣服，所以你衣服只要可以选择2款到3款衣服，最多3款了，就这4个东西怼着卖。我们有多久的讨论时间？1小会儿。好，张家界在国外最有名的点是它出现在影视作品《阿凡达》里。所以你在说的宣传就说你想不想去看《阿凡达》同款？你想不想去看这个 show 里的同款《漂浮的山》？全世界只有张家界有。首先第一点，我觉得要搜图片给他们看，或者搜视频。对，我们一定要搜视频。在外国有个就是对张家界有个称呼叫The Real Life Avatar Movie Mountains。哦，我看到了。我们可以通过一些他们知道的点去跟他们说，就像这种阿凡达这样。好，走，出发。加油！合伙人合作伙伴贝芷蓝光刷，边刷牙边美白。合伙人合作伙伴馥郁满铺，专利晚香玉发酵，光感水润。合伙人合作伙伴优时颜微笑眼霜，紧致眼皮更抗老。合伙人合作伙伴完美 S 肽小红笔眼霜，7天淡眼纹。
合伙人合作伙伴自然堂超抗小紫瓶，7天紧嫩亮。今天为第一轮突围赛，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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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组加油！我们今天在做一个这种国货小的快闪。好的，谢谢谢谢。不用了，不用吗？我想问一下，你们是老板吗？是。Hello， 你好。好，感觉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容易。实在不行，想一个办法来让大家过来。好，我现在看到的直播间里有23位宝宝，那23位宝宝，我做个自我介绍，我叫石冉成，你们可以叫我石头。这边就是 A 款的衣服，就做工特别精致，我就特别喜欢买这种小娃娃小盲盒，非常的平，它没有情绪，他的语气都非常的平和。哇，这个卖了11单，又涨了774，又来了一单，哦，哇哦，哇哦。Hey, nice to meet you. Hello, nice to meet you. 被抢先。那边。我们没什么时间了，我们因为支付方式在这已经耗了半个小时了。好难。救救我！不行，我得跑了。But he is leaving like now. 我觉得我们现在就是加入任何一个都阻碍他们的速度。进入智能电视应用中心，打开芒果 TV 电视端，大屏 4K 更清晰。中国港澳台地区及海外用户可以通过芒果 TV 国际 App、Mango TV 同步收看。上芒果 TV 搜芒果卡俱乐部，解锁节目签名照、演唱会门票等超级权益。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上微博搜索合伙人，参与话题讨论，解锁更多惊喜互动。上微博关注合伙人官微，解锁更多节目惊喜福利。特别合作支持平台抖音，内容合作平台小红书，短视频合作平台快手，中文百科合作平台百度百科。上百度搜索合伙人，精彩内容尽在百度百科。特别合作前程无忧 YY 直播，百度网盘闪送映客直播 WiFi 万能钥匙土巴兔。